新买茶花到家怎么养才能不掉花苞、不掉叶？那么第一点啊，你买到满头花苞的这个茶花到家以后啊，咱们这个营养钵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去换盆，你要嫌它埋汰，嫌它磕碜，外边可以套一个大的瓷盆给它做里。第二个重点就是不要等土干，茶花到家以后。你就固定的1到2天浇回水，阴天下雨适当的延长啊，你不要怕它烂根，多浇水它的成活率、它的状态好的程度要比少浇水要高非常多。为啥啊？就是茶花首先它花期啊满头花苞的时候，它的需水量非常大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从大棚啊、从基地啊高湿度的一个环境啊，肯定比你家湿度高。那么到达你家低湿度的一个环境，它的叶片的增生量变大啊，那么间接性的它的需水量要大啊。所以说这个茶花你想让它不掉花苞不掉叶，那么就是多浇水，勤浇水，要大胆的浇水。茶花底下哗哗的干叶掉叶，那么它就是缺水了，就是你不敢浇水。很多人以为我水多了土还湿呢，是吧？这就是误区。茶花缺水，它花苞上的表现就是什么？花苞变干脱落啊，花苞越大变干的速度越快啊，它是可大的花苞往下掉落。那么第3个注意点就是光照的一个需求啊，刚到家适当的缓苗。你放在哪儿啊？放在你家上午10点之前有光照，那个东阳台啊，这个西南角、南阳台的西南角的一个位置都可以啊。它有一点上午光照，其余的时间散光。刚到家以后不要给它全天光照啊，全天光照以后它也会花苞会干瘪会脱落，让它缓苗啊，周期大概是10天左右。如果10天左右啊，你按我的浇水方法，那么底部叶片没有掉落，花苞给它弹一弹，它没有掉落的这种情况，那么咱们可以逐渐的给它增加光照。增加光照的时候啊，茶花它的孕蕾花苞啊，它的需肥量会稍微多一些啊，咱们可以用这个营养液通用观花的交替用啊，1毫升营养液对1500毫升水到2000毫升水，浇水就带肥，浇水就带肥。营养液兑完水以后，你就像浇水一样。把这个茶花浇透，那么就 OK 了啊！这样水充足，光线够啊，肥力也够，那么这个茶花它状态的持续下来没有问题啊。咱们这么浇水浇到什么时候？浇到过年以后，这个茶花花都开完了，花都开败了，那么咱们才可以进行一个换盆换土的一个操作。第2年重新开花。90%的人把茶花养死都是因为枯掉叶子，叶子掉光以后。茶花干枯死亡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么就是土还湿着呢，不需要浇水；土还湿着呢，浇水会不会烂根的这个疑问。这个视频给你讲明白啊，熬夜啊，茶花从底部掉叶，那么它就是缺水的表现。咱们在室内养护的时候啊，你要了解室内的湿度是很低的，它带花苞期间本身它的需水量就非常大，再加上空气湿度突然降低，叶片增生量变大啊。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往往买到的新的茶花，它这个花盆里边这个根系啊，它都是相对非常饱满的啊，甚至说达到土和根系它占空间的比例是1比1啊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土虽然是湿的啊，但是这个茶花它不能有效的从土里边吸收到水分，再加上叶片的增生量变大，所以说茶花它只能舍弃掉老叶，它通过掉叶它来协调减少叶片的一个增生量。所以说茶花到家以后啊，你要保证土的一个高湿度，你不能等它干啊，你要记住这点，不能等干。等它干以后，茶花就会掉叶，而且这个掉叶啊，它是持续性的掉叶。简单来说，茶花到家以后啊，你千万别去换盆啊，咱们就1到2天给它浇一次水啊。阴天下雨，空气湿度非常高的时候，那么咱们可以适当延长那么1天去浇水。那么第2种情况就是茶花大面积出现焦枯掉叶啊，它不是病，它是你缺水的时候，同时阳光晒，它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大面积的枯叶掉叶。那又有人说了啊，茶花不是喜光吗？茶花是需要光照啊，但是它从基地高湿度的地方马上到你家低湿度的一个地方，你不能去干晒它啊，你要了解这个逻辑啊。很多人是又晒又不敢浇水。你养茶花、养茉莉、养杜鹃、养桂花，这个花刚到你家，一定要打破你固有的一个思维啊！你要了解它是需水量非常高的，尤其是它刚到你家满头花苞的这个时候，你要敢浇水，那么这样这个茶花它才能够养活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